今天要来分享罗马的一日游行程。第一站，罗马竞技场。罗马竞技场又叫做罗马斗兽场，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罗马建筑之一。意大利版本的5欧分硬币上面就是以罗马竞技场为主题。罗马竞技场也列名世界新7大奇迹中。罗马竞技场地面上有4层，人潮好多啊！我们预约10点45分参观，君士坦丁凯旋门就在前面，也没空过去了。走到竞技场内2楼这位置，可以拍到君士坦丁凯旋门。进去罗马竞技场要过安检，等了25分，终于进来了。又等了半小时才挤上来第2层。罗马竞技场建于西元72年到82年间，是古罗马时期作为角斗士比赛、奴隶、战俘或人与野兽表演格斗技艺的地方，一直到523年才被完全禁止。这里也做过海战表演、狩猎表演、处决死刑犯，以及演出以罗马神话为基础的戏剧。中央为表演区，估计可以容纳5万至8万名观众。竞技场每层80个拱，最上层则是50公尺高的石墙，看台逐层向后退，形成阶梯式坡度。每层的80个拱形成了80个开口，因入场设计周到而不会出现混乱。竞技场的地下层门票很难买。表演区地底下隐藏着很多洞口和管道，是格斗士、动物、道具准备上场前的机关空间。表演开始时，再将它们吊起到地面上。在竞技场第1层和第2层参观约50分钟，真是走马看花呀！离开罗马竞技场后，绕了一下罗马城，全世界最古老的大使馆，是位于罗马的西班牙驻梵蒂冈的大使馆。靠近西班牙大使馆的罗马古城墙大门。第2站，西班牙阶梯。西班牙阶梯的正上方是圣三一教堂，由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所资助建造。西班牙阶梯是欧洲最长与最宽的阶梯，总共有135阶，在1723年到1725年间建造完成。西班牙阶梯因为电影《罗马假期》而成为了知名的地标。想学奥黛丽·赫本坐在阶梯上的场景，现在可会吃上罚单哦。传说这里曾被西班牙占领，西班牙大使馆也在不远处，这里便称为西班牙广场。西班牙广场上有一个巴洛克艺术的喷泉，称为破船喷泉。教宗乌尔巴诺8世在1598年台伯河洪水后，委托贝尼尼父子雕刻建造的这一条半淹在水池中的船，让喷泉的水先流入破船，再从船的4边慢慢溢出，整座喷泉几乎只和街面一般高，感觉就真的很像是漏水的船即将沉入地底下。西班牙广场正前方为罗马著名的精品街，许多欧洲精品大牌在此设点。位于西班牙广场附近的这座大理石柱，高高的矗立在米尼亚内利广场，是圣母无染原罪纪念柱。1854年12月8日，教宗庇护9世宣布圣母无染原罪的信条。
圣母雕像矗立在12公尺高的圆柱上。每年12月8日是圣母史胎污染原罪节，教宗会前往西班牙广场主持传统的献花活动。第3站，特莱维喷泉，来的真不是时候。特莱维喷泉整修中，2024年平安夜，梵蒂冈开启圣门时整修完成。人多，先来去一个高处拍摄。内行的人都知道，来服饰店2楼窗户可以拍到特莱维喷泉。特莱维喷泉又称为罗马许愿池，是罗马最大的巴洛克风格喷泉。原本是古罗马的水道，地下水管线的终点。1730年，教宗命人重新设计特莱维喷泉。喷泉中央是驾驶飞马战车的海神，海神的左边是丰收女神，右边是健康女神。外观是类似凯旋门的模样。这个喷泉因为奥黛丽·赫本主演的电影《罗马假期》成为超人气景点。相传古罗马时期，军团士兵出征前会在此投下硬币，祈求平安归来。因此，投下1枚硬币寓意重回罗马。这个喷泉呢，现在已经围起来了，里面的水都抽干了。现在许愿不知道有没有效，还会再回来罗马吗？正确的许愿方法是背对喷泉，右手持硬币，心中许下愿望后，把硬币投向左肩，让它进入喷泉中。每天大约有3000欧元的钱币投进特莱维喷泉。第4站，罗马圣依纳爵堂。进入教堂，抬头一看便会被超立体天花壁画所吸引，令人目瞪口呆。兴建于1626年到1650年。这座教堂呈拉丁十字平面，两侧有许多小礼拜堂，天花板上壮观的壁画，庄严的壁柱，华丽的祭台，彩色大理石，栩栩如生的人像，大量的镀金，营造出极为华丽的效果。教堂中央特别放了一面大镜子，在镜子前拍照需要排队哦，不用抬头也可看到天花板壁画。如果投币1欧元，天花板壁画就会亮灯哦。1685年，耶稣会修士安德烈·波佐绘制了天花板上壮观的壁画，描绘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在天国受到基督和圣母的欢迎，4大洲环绕在旁。这壁画惊艳之处是运用透视法，画中人物超级立体。看看这么多人排队要拍天花板壁画映射在镜子上。第5站，万神殿。万神殿最早是建于西元前27年，纪念物大为打败安东尼和埃及艳后所建。西元125年由哈德良皇帝下令重建。西元609年，拜占庭皇帝将万神殿献给罗马教宗，改名为圣母与殉道者教堂。万神殿被米开朗基罗誉为天使的设计。万神殿以前免门票，自2023年7月起开始收门票。左边的队伍是现场使用现金，右边是信用卡付款。万神殿前面有花岗岩柱组成的门廊，第一排有8根，后面有2组4根，这边只停留30分，没有线上预约购票，时间根本不够入场参观。万神殿祭坛。意大利统一后的国王维多
艾曼纽二世之墓、拉斐尔之墓。万神殿前方的喷泉整修中，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！这一间呢，就是金杯咖啡，在万神殿的斜对面。全世界呢，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左边是招牌女王咖啡，一包6.5欧元；右边是大盒装巧克力，一盒34欧元。巧克力大盒里面有20小盒，巧克力包裹着咖啡豆，苦甜苦甜的，很好吃哦。这一站是专门来买咖啡的，万神殿反而成了拍照打卡到此一游的景点。第6站4河喷泉，也是整修中。4河喷泉代表4大洲的4条大河：非洲的尼罗河、亚洲的恒河、欧洲的多瑙河和美洲的拉普拉塔河。以河神崇拜的方式呈现。4河喷泉由贝尼尼设计，建于1651年，是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作。海神喷泉也是整修中。纳沃纳广场，纳沃纳广场上的3个喷泉都在整修中。好失望的罗马一天快闪行程，应该把时间集中在进万神殿参观。